专家又来了啊！我们经常听到网友说一句话，就是说建议专家不要建议。其实呢，专家讲的都是理论上的东西，他缺乏生活实际的常识以及生活的经验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。那尤其是房地产作为大家呢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，任何专家说的话呢都有一定的片面性，但是往往呢有一些专家说话呢过于离谱。那么这两天呢就有一个专家说呢，建议我们农民应该呢到城市当中买房子，或者说呢到县城当中买房子，我们呢可以开车再回农村种地，休息的时候呢再回县城来。又建议呢我们要把这个房贷这个延长到40年，退休了照样可以还贷款，而且呢也可以把利率降到更低，这样呢我们买房子就没有烦恼了。听起来好像这位专家呢是为我们大家在谋福利，对吧？可能呢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，但实际上呢他说的话属于无稽之谈，或者说呢叫天方夜谭。今天呢我们就这个专家说的话呢来进行一番讨论，为什么这些话说出来不实际不现实？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那么首先我们来说关于农民在县城买房开车回农村种地这件事儿，它有什么不妥呢？首先呢我们来说，我们的整个城市的组成呢有城市部分有农村部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你会有一种归属感。有些人在大城市生活呢是感觉不安全的，又或者说呢没有这个归属感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短视频，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子女在这个城市当中发展买了房，经济条件还可以，就想着呢父母还在农村，想把呢这个父母从农村接过来，在城市里面住上几天，享几天福，过上好日子。结果呢这个父母来到这个城市当中，住进了子女家，就跟呢得了一场大病一样，每天呢就是站在窗户往外面发呆，要么呢就是躺在沙发上，要么呢就是到处转悠，根本呢就没有心思。但是如果你要说明天就送他回农村的老家，那他很有可能呢在半夜3点钟就把行李打包好了，而且呢一直等着你开车送他回去，或者说买票回家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归属感。农民的归属感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宅基地以及他所种的田地，这就是他生活的意义，也是他的全部。好了，现在按照这个专家说的，这个城市化率大力的进行，对吧？农村和城市呢也没有什么区别。那么我们越大的城市呢，我们越享受到最好的教育，也见识到最多，农民的整体素质呢也提高。那我们呢可以在县城里面买一个房子，对吧？开着车跟上班一样，早上8点呢开车去到这个地里面呢劳作，下午5点准时开车回县城，这样呢生活工作呢两不耽误。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一点，很多农村还在偏远的山区，而且呢很多农民会开车，但是不一定会开我们所谓的这个小汽车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农民进城了以后，房贷怎么还，怎么融入生活？因为我们在农村种的地，除了一些呢这个粮食大省以外，大部分的农民种的地呢只是为了自给自足，我们不用花钱买，我们呢种了地，把粮食收起来，自己这一年有了余粮，我们呢还有土地可以自己种点菜，吃不完的呢我们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，但是呢根本就没有想到以这个来赚钱。现在在县城买了房子，我每个月呢要还贷款，我要想办法呢有我的收入，而且呢我还要买一个车虽然说呢鼓励大家进城，那有没有想过一点，你进城了以后呢，你要放弃宅基地，那我这些种地的工具放哪里？总不能放到县城的家里面吧？所以说这种话呢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。就像网友反问的一样，难道我住在家里面，我推开门，我走2步都到地里不行吗？我非要到县城买个房子，然后再开车回来，这么多此一举吗？这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吗？还有呢，专家说到我们这个房贷一直都卡在30年，我就要给它放开到40年，你退休了仍然能还贷款，而且呢你每一年还的还比较少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对吧？现在都说年轻人买房子有压力，非要搞个30%的首付，那我20%、10%的首付不行吗？这样的话呢，又或者说呢，我前5年我只给利息，对吧？我到时候再还本金，那这样年轻人不就能攒钱，不就能买得起房子了吗？那如果这么说呢，我觉得这个专家他好像
上一些事情根本就没有从实际出发。首先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的贷款要卡死，最长年限是30年呢？你可以这样想，我们的退休年龄是什么时候？是60岁吧，对吧？男性60岁，女性55岁。好，60岁往前倒30年，那就是呢30岁，也就是说国家就给你算好了，你大概呢是30岁会买第一套房子，不管这个房子的首付来源是什么，是你自己攒的也好，还是父母呢给你出一部分也好，总之你大概会在30岁买第一套房子。为什么你20多岁不能买房子呢？这个呢跟我们的实际情况有关。我们呢基本上大学毕业呢就是23、24岁左右的样子。毕业了，我们要找公司上班。刚开始呢，你是实习，你的工资很低，对吧？你也只能够呢顾上自己的吃喝，而且加上年轻人呢好玩，消费比较大。经过5、6年的时间，你在这个公司可能呢经验足一点，你的薪资呢会涨一些，你可能呢也慢慢的呢会有攒钱的意识，可能攒的并不多，但是你已经有了意识想买房子。那这个岁数呢恰好是30岁。好了，然后再给你贷款30年。你在单位里面呢就一直上班，一直呢做贡献，一直挣钱还着房贷，期间呢你经历了结婚生子抚养下一代。好，到60岁你退休了，你有了退休金，在这一刻开始，在国家层面上来讲，你已经要真正享受老年人的生活，就是休息玩，同时你的房贷在60岁也还完了。那么鉴于你年轻的时候呢对于这个社会，对于这个企业，对于国家呢做的贡献，那么国家呢要给你这个养老金供你养老，对吧？好了，按照呢我们这个专家所说的，把贷款呢延长到40年，也就是说呢你还贷款基本上就要还到70岁。那你退休的意义是什么？难道这个贷款还要传到下一代吗？所以呢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不靠谱的。而且我们还要明白一点，30年和40年的贷款，这是差10年，这个利息银行也是要收的呀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房贷利率不变的情况下，你还要多出来10年的利息啊，那这个钱又怎么来呢？虽然说我们有退休金，但是大部分人的退休金呢并不是很高。在高房价的今天，可能房贷呢就会占到我们收入的一大部分。那你可想而知，你退休以后你的压力有多大。还有呢，专家说把这个房贷降到20%，那年轻人买房子就没有压力了嘛，对吧？而且呢，我们的收入还在不断的增长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？我们虽然坚持了房住不炒，但是现在房价是高位稳定，对吧？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，随着经济的复苏啊，随着这个通货膨胀的进行，你的工资在涨，但是房价也在涨啊。虽然我们说现在这个很多地方的房价回归到理性，但是那都是3、4线城市，没有人去买呀，人们发展还是往大城市去呀，对吧？大城市的房价，核心地段的房产还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慢慢的涨啊，只不过不像以前涨得那么猛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总价不变的情况下，你的首付低了，你每个月的还款是不是又增高的呢？而且这个专家所说的一切呢，只是一个理论的情况，根本呢都没有考虑到天灾人祸或者说不可抗力因素。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从2019年的年底发生的疫情到现在为止，这个疫情都还没有全面的消失。那这3年我们大家都经历了疫情，我们的收入都减少了，可是我们每个月还的房贷仍然没有减少，我们的房价仍然没有降太多，这些又有谁来为我们买单呢？所以说呢，专家说的话并不一定靠谱。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买房子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买。你家里边有2口人，你就买100平方就够了，千万不要去买200平。你家里面有5口人，你不要去买60平方的房子，对不对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，根据自己的收入来决定我们买总价多少的房子，然后买多大面积的房子。我们的生活与他人无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